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本人实力如何？抛开粉圈，程毅本人实力如何？曾被人看不起的程毅，用实力打脸了众人。一、不看恋爱剧，不混圈，阅片数量很有限。一年看过的新剧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目前因为莲花楼，现在垂直入坑程毅，真的是当年不知司凤美，今朝知爱里莲花。据小道消息说，莲花楼结束后，对程毅的加持蛮大的。现在他在资方眼里是流量小生中妥妥的第一梯队。其实流量这个词本身并不带贬义，只是现在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发生的多了，败坏群体的口碑而已。二、一部剧需要流量吗？那是肯定的，资方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，一部 S 加的剧投资轻松大几千万，后期的营销费用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影视寒冬之下，拍片立项大家都非常谨慎，除了需要优质的剧本和导演外，能扛剧的演员，一线二线的小花小生们，真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为什么只有两只手？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路人，你问问自己，你叫得出名字的男女演员的名字以及代表作有多少个？是不是看来看去就那几个人？这两天在 VB 上看70吉祥全员发疯，制片人说自己抑郁还上了热搜那个事情，简单来说就是播出平台和制作方都押宝了这部剧，前期投入巨大，播出后的数据啪啪啪打脸，大概率血本无归。你说是丁禹兮和杨超越的错吗？肯定不是的，杨超越已经够美了，那剧里花里胡哨的造型，一般人根本撑不起来，那为啥结果不尽人意呢？除了剧本的一些硬伤外，选角出了问题，因为这两位根本不是能扛 S 加剧的人选啊！有他们粉丝的，不要来杠我，市场就是如此残酷，不是粉丝说演员很辛苦，很拼命救行的，是骡子是马一定要拿出来经过市场考验才行。真正厉害的制片方和选角导演，是在有限的预算内请到最好的演员，然后把钱花在刀刃上，最后形成1+1大于2这样的结果。镇魂、阿岭、少年游一寸相思、古相思曲都是这样出圈的。当年朱一龙从拍5毛钱特效网剧到手握 S 级资源只用了3个月时间，这几年拍的大屏幕电影更是把他送上了影帝的宝座。所以圈内流行一句话，小火靠捧，大火靠命，不是你的，终究强求不得。三、话说回程毅同学，论颜，程毅本人不属于浓眉大眼的演戏帅哥，甚至我觉得在圈内有一点点普，但是他演神戏真的太好了，特别抓人，并且巨适合古装，欢瑞服装厂永不倒。李莲花的每套衣服都巨好看。声、台、行、表后面2个字真的已经有80分了。他其实和朱老师一样，都是从最底层爬上来的。要知道娱乐圈能混到路人叫得出名字，或者知道他演的角色，已经是金字塔尖上的人了。一个演员可以通过一部剧走红，但真正能决定可以走多远多久的，一定是过硬的业务水平。说白了，现在的观众不眼瞎，除了脑残粉外，你要稳得住大盘，扛得起剧，你一定的会演戏。4. 这个会演戏说起来，其实是各花入各眼，还很玄学，但是比较直观的是一部剧里分饰几个角色时，得有不同的气质呈现。你不会忘记当年《镇魂》里朱一龙演的沈巍和叶尊，也不会忘记《沉香》里的渣爹李香怡和李莲花开头结尾虽然都穿红衣，但气质完全是不一样的。电视剧拍摄的时候是不会按照播放顺序拍的，很多都是连着2场戏拍不同的角色。这种顺畅的切换离不开前期的工作，演员必须吃透人物。其次，当表演大开大合感情戏的时候，那种真情的流露，
能让观众共情的能力，处理起来其实也并不容易。你要让观众相信你就是那个角色。当知道对师兄10年感情错付时，与初恋摊牌时的伤而不哀，很多细节的处理，多一分显用力，少一分就显寡淡。今年长相思的梅林虐杀，很多细节其实就没处理好。5. 因为入坑，所以在哔哩哔哩上刷了很多程毅的视频，看到程毅拍沉香吊威亚摔骨折，打着石膏坚持把戏份拍完。视频上页已经很深了，助理把他背上车时突然有诸多感叹：程毅作为打工人辛苦吗？那肯定是辛苦的，但是有圈内前辈骂流量时候说过，你干的就是这行，赚的这份钱，就得吃这份苦。话糙理不糙，程毅那时候合约在身，一个剧组几百人开工，一天开销惊人，不可能等你一个人。但是这一点也能看出演员的品质、契约以及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精神。现在的娱乐圈，一部剧爆火后就飘了的明星太多了，临时毁约，做得起价，动不动加戏，只能说娱乐是个圈，这个圈太小了，好坏合作方心里都有杆秤，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，自己把路走窄了的不要太多。6. 我目前比较担心的是，傅诗琪太忙了，基本1年一部 S 级大戏，很多时候都是无缝进组，忙到没有时间思考，没有时间沉淀。如果沉浸在固化的角色里，找到那个舒适圈，要跳出来就很难了。可他不是23岁了，古偶戏的黄金年龄和黄金时代已经过去。你看今年的趋势，演员越来越需要演技来出圈了。希望傅诗琪可以在能力范围内，不要接古偶和仙侠了。真的，大家都看腻的。虐恋情深之前的几部珠玉在前，后面的剧再难有创新与超越。为什么李莲花今年夏天可以杀出一条路？虽然没有大爆，起码也是出圈之作。爱奇艺的内部员工说，热度破万的剧他们都会裱起来挂墙上哈。这也说明其实市场的风向已经变了。7. 程毅知道大家对这个纸片人的喜爱吗？肯定是知道的，但是令人感动的是，7夕节的时候，官方放出了2首新的 OST， 就在江湖之上人世太匆忙，标签是李香怡版和李莲花版，并没有写程毅版。程毅创造了角色，但是又不占有角色，其中深意细品。8. 坦率的讲，极其希望程毅可以拿到耐看的本子，和耐嚼的团队合作。30而立，40不惑，期待看到一个酣畅淋漓、宾主尽欢的场子。PS 已经开始期待明年暑假的英雄志，李香怡不在了，属于程毅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今天考古了一下1年级，我记得很深的一个片段是他拉威亚。所有人都有角色可演，只有他因为没有尽到队长责任导致无法出演。他在幕后时看其他演员演戏的眼神真的很令人心疼，包括后面成为张智霖老师替身时，也会非常专业地遮住自己的脸。作为一名演员来说，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刻苦且努力的演员，他真的在努力抓住每一次演戏的机会。包括很多片场花絮都可以看到他认真研读剧本时的身影。从琉璃逐渐有了知名度到后来的沉香如屑和现在的莲花楼的爆火，他的成功真的丝毫不令人惊讶，他的实力也正是被大家所认可。一位好的演员，或早或晚，总会发出光。程毅真的值得。程毅其实是可以试试电影，不同于40集电视剧。电影需要在2个小时里讲好故事，电影演员比电视剧演员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更小尺寸的演技，输出效率高，内容很多，1秒入戏，1秒万年，表达丰富的人物心理，没有任何过度夸张的演绎，必须真实合理，而且艺术还原导演对人物塑造的要求状态，多机位多变表达同一个状态。而且状态必须饱满，达到导演的要求。程毅一直被夸演技，
实际上就是他能够快速入戏，不依赖台词，不依赖环境，靠脸部表情和眼神来传递当时人物内在独白。对脸拍特写也有表情变化的合理性和感染力。他的表演能收能放。虽然偶像剧里常常为了角色的个性单纯，他演得很明显，但他的历史剧就好很多，悲伤收得很有力量。好的电影演员不仅能够非常贴近表现人物，还能够调动整个现场的气氛，进入所需要的氛围。我说南风知我意中程毅的女对手演员接不住戏，不仅在特写的时候，对方的表情让内心活动输出不够，而且他的存在破坏了整个场景应该有的拉紧的气氛。而反之，程毅坐在轮椅上的状态，那个屋子就变得悲伤了。两个演员的演技差别很清楚。程毅有电影所需要的气场，很多电影还是有创造美的情节。程毅长相可塑性好，也能塑造多样的美，脸没有缺陷，很合适大屏幕的颗粒度，也具有东方美的特征。比如他在《沉香》里的帝君穿战袍受伤倒地沙漠，让我联想许多沙漠背景的电影，如《沙丘》。同样是男孩班男子，甜茶和程毅可以看到西方和东方之美的差别。电影脸还是电视剧脸，有许多讨论，但是再有分别，也不敌演员的可塑性强和演技好，还是能找到自己合适一类角色。对比电视剧，电影有更高预算、更高票房要求，所用的导演通常也更厉害一些，要求更高，要求演员非常能配合导演，演出导演要的画面。李安就是其中之一。电影是导演的艺术，能够与一线导演合作，程毅的演技还会进一步提升。在个人管理上，不同于偶像，做电影演员要耐住寂寞，要远离大众视线，保持神秘感，要脱离他之前角色的束缚，要少一些他本色的曝光。但在一部成功甚至伟大的电影面前，这些都很值得。所以，程毅如果爱演戏，往后要试试电影。P.S. 看各大23年最受欢迎的演员盘点，程毅基本上都在前几位，看得出媒体对他在暑期档莲花楼热度的认可。不过电视剧这个圈子真的拥挤啊，不用想都随手数出17、8个男星不是问题，各花入各眼，85、90、95都排好了，等接班。待播剧一堆，名剧本 IP， 好班底也有很多，反而电影是真的断档好的年轻演员。流量明星有几位有电影作品，但是离开票房保证的能力还有很大距离。除了一位，其他我是真的提不起精神去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会好看。有些在电视剧里表演痕迹太明显，电影要的含蓄、真实、丰富、感人是完全做不到。有些在电视剧里就欠表达层次，台词和人物对不起来，在电影里也只能木装扮酷而已。在电视剧里完美精致的长相是吸引力，省拍摄时间，但在电影里，在挑剔的灯光下，就会被视为失去性格特点，缺乏人物力量。所以，就从竞争角度来说，缺少好演员的电影市场也是一个有趣的市场。程毅不仅在欢迎程度上排得上前几位，在流量演员里，他的演技名次更高一些，所以才有了这篇感想。年轻的时候，有能力有坚持的人，人生路要走窄门。在医美盛行的今天，演技和艺术素养才是真正赢得观众，才能拥有持久的竞争力。